曾经有人以为银行倒闭这件事只会发生在美国，也有人坚信中国的银行，尤其是那几个看起来稳如磐石的国有大行，永远不会出事。然而，现实总是比想象更可怕。这一次，银行倒闭潮真的来了，而且不是悄悄的，而是赤裸裸的写进了官方数据里。2024年，中国已有近200家中小银行被注销，其中包括大量农村信用社、农商行、村镇银行、资金互助社，甚至还有一家城市商业银行。这个数字已经超过过去3年的总和。据第一财经报道，企业预警通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年已被注销的银行机构总数高达199家，其中36家为信用社，56家农商行，100家村镇银行，还有6家农村资金互助社以及1家城商行。注销方式包括批复解散89家，合并102家，工商注销8家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平均每2天就有1家银行死去，而这还只是主动公开的数据。而这还不是全部。根据官方披露，2024年中国6大国有银行中，除农业银行外，其余5家线下网点数量合计减少了361家，相当于平均每天关掉1家网点。尽管如此，官媒却用瘦身健体来形容这个过程。他们从不说倒闭，而是优化、重组、合并、升级。但不论措辞如何粉饰，事实摆在眼前，银行确实在倒塌。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业突然爆发倒闭潮？原因其实非常简单，房地产崩盘，银行也随之塌陷。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奇迹是踩在房地产泡沫上的奇迹，老百姓的财富大都压在房子上，银行的资产几乎都捆在房贷上。如今这个神话破灭了。据《华尔街日报》2025年4月16日报道，2025年3月，中国70个大中城市中，68个城市住宅价格同比下降，平均跌幅达 5%。尽管比2月略微收窄 5.2%， 但趋势清晰，房价还在继续下滑。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点。2025年3月，41个城市的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下跌。哪怕只看短期走势，房价依然没有止跌迹象。房子卖不动，开发商暴雷，购房者断供，房产贬值，烂尾楼频现，这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，最终压垮的是谁？是银行。房贷断供，银行的钱收不回来，房价下跌，抵押物失效，开发商破产，银行的贷款就此蒸发。更严重的是，在房地产繁荣期，银行早已对同一笔抵押物进行了2次、3次放贷。换句话说，这些如今已经大幅贬值的抵押物承载着多轮融资，一旦破裂，银行的资金链就如骨牌般塌陷。面对这一切，政策的态度不是救，而是放。据中房网数据，2024年已有至少18个城市取消或放松了房价限制，房地产企业获得自主定价的权利，房价走向彻底交给市场。表面上看是市场化改革，实则是彻底摆烂。因为监管层很清楚，财政已无法再兜底，继续撑楼市就要加大财政投入，而财政早已危机四伏，干脆放手让房价自由落体。只要不大规模暴雷，表面还可以维持住稳定的假象，但代价呢？谁在承担？是银行，是储户，是每一个普通人。2024年，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已攀升至 2.19%， 对应的金额高达 16.3万亿元，超过全国 GDP 的 12%。业内人士心知肚明，这个数字远不是全部。很多银行靠贷新还旧转表操作在掩盖真实风险，真正的不良率可能远高得多。与此同时，逾期贷款正在迅速上升。例如，
中国银行仅2025年第一季度的逾期贷款就高达2050亿元，较去年同期暴涨17%。工商银行、建设银行的数据也同样不容乐观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一些储户的钱正在被调包。河南、山东、安徽、内蒙古等地频频出现储户无法取款的事件。一些银行将本应是活期的存款偷偷转为理财或结构性存款。一旦市场波动，资金不仅提不出来，甚至连本金也可能打水漂。2022年，河南村镇银行暴雷的案例仍令人记忆犹新，数十万储户的血汗钱被冻结1年多，至今仍有人未能全额追回。这类事件如今正悄然在各地蔓延。很多人以为银行最安全，但现实是，并非所有存款都受到保障。没错，中国设有50万元的存款保险制度，但这项保险只有在银行破产时才会启动。而现实中的银行，多数是合并、重组或技术性退场，绕开了赔付程序。资金被冻结，只能无限期等待，甚至永远等不到。2024年，金融系统还遭遇了一场地震式反腐。据经济观察报统计，仅2024年上半年，中国已有超过46名金融高管因违纪违法被查，涉及几乎所有国有大行和主要股份制银行。例如，中国银行副行长、农业银行纪委书记、交通银行分行行长等相继落马。不仅老虎频频被查，苍蝇也在大清洗之列。表面看是反腐肃贪，实则是系统性权力重组。曾经由技术官僚主导的金融系统，正一步步被政治力量染指。听话的人取代了专业的人，风险防控成为空谈，监管流于形式。一个缺乏专业与透明的金融系统，如同一艘迷航的巨轮，正径直驶向冰山。而绝大多数人正身处这艘船上。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25年初发布的报告，中国居民超过71%的财富集中于房地产与银行存款两类资产。如今，这两者正在同时遭遇雪崩。2024年，一线城市房贷断供率上升38%，成都、武汉、杭州等二线城市逼近50%。被强拍的房产无人问津，银行回收的是一堆烂尾资产。与此同时，国家统计局披露，居民人均储蓄额同比下降8.6%，创下15年来最大跌幅。消费支出下降4.3%，超过40%居民表示感到明显焦虑。财富蒸发，信心崩塌，未来失色。有人试图避险，把资产换成黄金，但2024年多个城市的金店已限制回购、限制高频交易。有人想换外币，却受限于日益收紧的外汇管制，5万美元限额成为铁锁，甚至可能被冻结账户，连跑路的机会都被封死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从2024年起，国家大幅削减了经济数据的公开发布。据《华尔街日报》5月5日报道，北京已停止发布数百项关键数据，包括青年失业率、土地出让收入、地方债务余额等。没有数据就没有真相，没有真相也就没有希望。总有人相信国家不会让银行出事，毕竟是国家控制的。但历史早就给出答案，苏联有国家银行，阿根廷也有国家担保，最终经济崩了，国家垮了，储户成了尘埃。中国不是例外，中国的银行更不是例外。当一个国家的房地产泡沫破灭，银行接连倒闭，数据逐步封锁，监管系统失灵，社会信任断裂，而普通人只能默默承受，这不是一场经济波动，而是一个时代的终结。真正的大萧条并不是从一位经济学家的判断开始的，而是从那一刻起想取出自己的存款，却被告知系统维护，或请耐心等待。那一刻
已经来临。